今天我们来挑战临摹萨金特的一幅经典肖像画《在家中的波兹医生》，我更愿意亲切地称他为红衣帅哥。画中男子身穿猩红睡袍，神情潇洒自若。跟随我的画笔一起走进这幅画作的创作过程吧。第一步起稿与铺色打好稳健的基础。我选择了30×40厘米的油画板来创作。首先用熟褐色加稀释剂，以珠棕笔勾勒出人物的基本轮廓和结构。珠棕笔富有弹性，能轻松铺开大面积的薄色层，为后续塑造打下基础。画好底稿后，静待稀释剂挥发变干。接下来我采用经典的湿画法，先在画布上薄涂一层亚麻油，增加润滑感，让笔触更流畅。调色盘上我选用了经典的佐恩调色盘配置，钛白、象牙黑、镉红和土黄。先用镉红土黄加少许黑色，调出皮肤的暗部颜色，从面部阴影处开始铺设。小贴士：欧洲传统的学院派绘画常用湿画法，它能让颜色在湿润的画布上自然融合，衔接柔和。2. 塑造面部从整体到局部的把控。面部是肖像的核心，我遵循从暗部到亮部的顺序逐步推进。额头是受光最亮的区域，而脸颊两侧则更暗一些，尤其要注意鼻翼、眼角这些细微结构处的红润感。萨金特的笔触非常潇洒写意，所以在塑造时切记在一个地方反复磨蹭，要学会概括和放松。对于眼睛的刻画，我并未使用蓝色颜料，通过观察在原作的色调环境中，用黑白灰加一点土黄，就能混合出偏蓝绿的微妙效果。眼白也并非纯白，而是带有环境色的灰调，用一支较小的狼毫笔以侧锋轻轻带过，就能画出精细的眼线和睫毛。技法分享：画人像不必过于纠结轮廓线的绝对清晰，关键在于抓住几个核心的结构点。用笔的侧锋可以画出很细的线条，无需换更小的笔。4. 风格感悟与知识延伸。萨金特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杰出的肖像画家，他的作品既有扎实的学院派功底，又有着潇洒灵动近乎写意的笔触。他善于美化被画者，这或许也是当时上流社会人士对他青睐有加的原因之一。与他风格相近的还有西班牙画家索罗拉、沃金彻，他们都擅长捕捉光线和人物的生动瞬间。在绘画光源方面，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作画，拥有一盏色温在5500K 左右，接近日光的专业绘画灯非常重要，它能最大程度减少色差，让你对颜色的判断更准确。5. 常见问题与心得。油画与素描的关系。素描是油画的重要基础，它解决的是造型结构和明暗关系。有了好的素描，基础学习油画色彩会事半功倍。关于自学油画最大的挑战往往不是技法，而是缺乏系统的基础知识。了解颜料特性、媒介用法、作画步骤等，能避免很多弯路。直接画法与多层画法。本次临摹采用的是直接画法阿拉 prima， 即一次性完成，强调笔触和即兴感，适合快速捕捉神态。而古典多层画法则需要层层罩染，周期长，能呈现更细腻的质感，两者各有千秋。关于洗笔，画完后清洗画笔是像甜蜜的负担，切记不要为了省事将笔长期浸泡在香蕉水等强溶剂中，其挥发的有毒气体会严重损害健康。3. 环境与细节，烘托主体的氛围。脸部和颈部基本完成后，我开始处理背景和红色的睡袍。这里我用了2种红色颜料做对比，一种普通的，一种更昂贵的。优质的颜料覆盖力和色彩饱和度确实更胜一筹，调出的红色浓郁而高级，能很好的衬托出人物的气质。睡袍的红色正是用镉红调和而成，睡袍的衣领和衬衫是画面的亮点，衬衫带有精致的花边。我用钛白加少许红黄调出暖白色，以厚涂的笔触点上去，模仿织物柔软的质感。画中人物手指轻搭衣领的姿态非常生动，虽然只露出部分，但也需要用心交代。关于材料，这次使用的是裱在硬纸板上的亚麻画布油画板，它轻便易收纳，特别适合画中小尺幅的作品。颜料方面，虽然老荷兰伦勃朗是顶级选择，但日常练习和直播演示，性价比高的品牌如乔琴也完全足够。经过约2个小时的描绘，这幅临摹的红衣男子基本完成。希望这次的绘画过程分享能让你对油画肖像创作有更直观的感受。